各位，今天要跟诸位讲一件事，这件事可能比你吃了多少年的保健品还要重要。我说的不是什么秘方，不是什么偏方，就是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之后做的那几件事，就是这几件事正在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把你的阳气偷走，你信不信？你先别急着摇头，听我把话说完。我先跟诸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我在临床上亲眼见过的病人，我们就叫他陈先生吧。陈先生那年35岁，在金融圈工作，收入相当可观，整个人意气风发。他来找我的原因不是感冒，上一个35岁正值壮年的男人，身体的功能却像老了50岁一样提前熄火。他那时候神情很落寞，跟我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西药吃了一轮那种强效的，满脸发红，还是没什么用，求我救救他。我看他的脸色青黄无光，眼袋又黑又重，舌头伸出来，上面铺着厚厚一层白腻的苔，像积了一层霜。我问他，你是不是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就是去冰箱拿一杯冰水，咕噜咕噜一口气灌下去？他整个人愣住了，盯着我看像见到鬼一样。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这样喝了好几年了，每天早上觉得口干，喝一杯冰水，感觉五脏六腑都被唤醒了，特别舒服。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年轻人，你以为你在提神，其实你是在对自己的命动刀。把那每天早上灌下去的那杯冰水，就像一桶冰雪，直接泼在你身体里那把叫做命门之火的火苗上。这把火是我们生命的根本，是肾阳的来源，即年复一年的浇这把火，早就摇摇欲灭了，你还指望什么？他听完脸色当场白了。我跟他说，先别急着开药，你先把我今天讲的3个坏习惯改掉，3个月后再说吃药的事。结果不到2个月，他自己回来了，走路带风，整个人脸上都有光。他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谢，说早上起来那个状态比年轻时候还要好。后来他老婆还专门写了封信来，说我救了他们的家庭。各位，你们听到这里觉得夸张不夸张？一杯冰水搞到阳痿，我告诉你，这不是危言耸听，这就是中医几千年观察天地运行得出来的道理。现在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养生博主，动不动就讲早上起床要喝500毫升的温开水，说能排毒能通便。我告诉你，这些人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只看到水能润肠，却没有看到早上这个时间点对身体意味着什么。喝水这件事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时机和方式。今天我要跟诸位掰开讲清楚的就是早上起床后的3个坏习惯。你要是有这些习惯，今天听完立刻改掉，我保证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多活20年绝对不是空话。先说第一个坏习惯，这个最要命，也是最多人在犯的，就是起床之后立刻喝水。很多人早上醒来觉得口干，喉咙像冒烟一样，第一反应就是找水喝。便秘的朋友更把晨起喝水当成每天的必修课，觉得没有这杯水，今天这一关过不去。我跟诸位讲，这个动作完全做反了。为什么？我们来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睡了一整夜，身体的阳气从白天运行在外，慢慢潜藏回五脏六腑里面，进行修复和充电。这就像太阳下山，万物归于宁静，等到天亮，太阳重新升起，我们身体的阳气也跟着从五脏六腑里慢慢苏醒，准备生发到四肢百骸，撑起我们一整天的活动。这个阳气生发的过程，就好比在炉子上烧一壶水，火刚刚点燃，火苗还很微弱，这个时候你啪的一声，一瓢冷水泼下去，火还能烧起来吗？早上刚起床，脾阳和胃阳才刚刚从沉睡中醒来，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不管是冰水、凉水还是温水，对脾胃的阳气来说都是一种冲击。水在中医里属阴寒之物，你把这个阴寒的东西灌进还在苏醒当中的脾胃里面，后果是什么？第一，直接伤胃气。胃是我们后天之本，负责受纳腐输水谷，胃气一受损，你吃进去的东西就没办法好好消化，时间久了胃胀胃痛，吃什么都没胃口，这些问题就一个接一个来了。第二，重伤脾阳，脾主运化，运化什么？运化水谷精微，还有水湿脾阳不足。就像一台坏掉的抽水马达，你喝进去的水，它没有能力把它转化成身体能用的精液输送到全身各处，这些水就停在体内，慢慢变成湿气。湿气这个东西是万病之源，各位要记住这句话，湿气跑到头上，你头昏脑胀，整天昏沉沉，
还湿气跑到关节，筋骨酸痛，比天气预报还准。湿气跑到肠胃，大便黏腻，怎么擦都擦不干净。湿气跑到皮肤，湿疹痘痘反复发作，怎么治都没用。更可怕的是，湿气和寒气结合在一起，变成寒湿。跑到女性的子宫里，就容易形成子宫肌瘤；跑到男性的肾，就影响肾阳。就像我刚才说的陈先生一样，你看光是早上一杯水后面的连锁反应有多可怕。有人要说了，你讲的有道理，但有没有科学依据？当然有，现代医学很重视昼夜节律，也就是我们说的生理时钟。研究发现，人在刚睡醒的时候，体温处于一天中比较低的状态，身体各项机能都还在卵激阶段。这个时候喝下与体温有温差的液体，特别是冷水，会刺激交感神经，让血管收缩，肠胃蠕动反而变慢。日本也有研究指出，早起立刻喝水会稀释我们睡了一夜好不容易分泌的胃酸，等一下吃早餐消化就不完全，长期下来容易引发慢性胃炎。你看中医讲阳气，西医讲体温，和新陈代谢名词不同，道理完全一致，都是在告诉我们早上起床不要急着用外来的东西干扰身体自然的苏醒过程。那有人说我早上真的很渴，不喝水难受。便秘的人说不喝水根本上不出来，怎么办？这就是今天要教给你们的重点。我们不是不能喝水，是喝水的时机和喝什么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早上起床，先不要急着下床，在床上先坐一会儿，用2手搓热，然后去搓我们后腰的肾俞穴。肾俞穴在哪里？就在腰部后面，跟肚脐平行，脊椎旁边大约2根手指宽的位置，搓个30到50下，搓到腰部感觉暖热为止。这个动作可以帮助肾阳的生发。搓完再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赖床，伸伸懒腰，让气血慢慢活络起来，然后去刷牙洗脸上厕所。等你做完这些事情，身体的阳气也差不多生发起来了，脾胃也开始运转了，这个时候才是喝水的最佳时机。那喝什么？建议喝姜枣茶，用3片生姜，5颗红枣，记得把枣核去掉，因为枣核是酸的，会收敛气机，用热水冲泡，焖个10分钟。生姜是辛温的，可以帮助阳气生发，温暖脾胃；红枣是甘温的，可以补脾益气，养血安神。这杯姜枣茶喝下去，不但补充了夜间流失的水分，还帮脾胃点了一把火，让它充满能量去迎接早餐。如果你平时比较燥热，容易嘴破长痘，可以减少姜的用量，或者换成少量西洋参片来泡水。爱西洋参补气又养阴，比较适合燥热体质。总之原则就一条，先让身体动起来，再喝温热的对脾胃有帮助的饮品。顺序这样改，你的胃和精神状态会完全不一样。抖擞，第一个坏习惯讲完了，我们讲第二个。这个坏习惯很多人天天在做，还以为自己很爱干净很健康，那就是早上起床立刻洗澡。西方的影视剧里主角早上起床先冲个澡，然后精神抖擞的出门。很多人学了这个习惯，夏天天气热，早上起来一身黏不洗，总感觉不对劲。我跟诸位讲，这个习惯对我们东方人的体质来说非常伤阳气，道理和喝水是一样的，上早上身体的阳气正从里面往外走，皮肤的毛孔，也就是中医讲的盖里，处于一种相对收合的状态，这是身体自我保护的机制，目的是防止外面的风寒湿邪趁虚而入。这个时候你去洗澡，热水一冲，毛孔打开了，毛孔一开，身体里的阳气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哗的一下往外泄，同时外面的湿气寒气也会顺着打开的毛孔钻进身体里来。这就好比一个国家，清晨城门刚开，守卫还没站稳，你就把城门大开，让敌人长驱直入。早上洗澡对身体的伤害是双重的，一是内泄阳气，二是外感湿寒。长期下来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怕冷，手脚常年冰凉，关节容易酸痛，而且特别容易感冒，这都是胃气不足，身体防护力变薄的表现。我有一位女性病人，当时40多岁，来找我主要是因为偏头痛。她的偏头痛很特别，都是早上发作，而且只要天气一变，吹到一点风就痛得在床上打滚，完全没办法动。西医查不出原因，只能开止痛药给她吃。我帮她诊脉，脉象很沉，看舌头上面铺着一层白湿的苔。我问她，你是不是有早上洗头洗澡的习惯？她点头说，对，洗完比较清醒，习惯了。
我跟他说，你这个偏头痛就是自己洗出来的。你在阳气最弱的时候，把身体的门户打开，让风寒湿邪跑进经络里去了，这些邪气堵在头部，气血不通，不通就痛，头当然会痛。我给他开了祛风散寒、除湿通络的中药，同时非常严肃地告诉他，早上洗澡的习惯一定要改成晚上睡前洗，晚上洗澡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忙了一整天，阳气在外奔波，到了晚上，阳气要慢慢收回五脏六腑去休息。这个时候用温水洗澡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把白天在外运行的气血顺顺当当的引回身体里。热水可以帮助打开毛孔，把一天积累在皮肤表层的废物排出去。洗完身体暖乎乎的，阳气也收藏的好，去睡觉，睡眠质量自然好。所以洗澡的最佳时间是晚上睡前1小时左右，水温大约40度，洗个15分钟，让身体微微出汗。早上如果实在觉得不舒服，用温毛巾擦一擦身体就好，不要冲澡，更不要洗头。我知道这个观念和很多人的习惯是颠倒的，但养生就是要顺应身体气血的运行规律。白天阳气在外，我们要活动；晚上阳气在内，我们要休息。你早上把阳气卸掉了，白天哪来的精神？晚上阳气收藏不好，睡眠质量怎么会好？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而且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诸位记住这句话，早上是生阳的时候，不是泄阳的时候。把洗澡这件舒服事留到晚上，让他帮你睡个好觉，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第3个坏习惯听起来最健康，问题也最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早上起床立刻做剧烈运动。很多人很勤劳，天刚亮就跑到公园去跑步、打球、跳操，觉得一日之计在于晨。早起运动精神好一整天，这个观念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对的是早上确实需要运动，可以帮助阳气生发。错的是时间点和运动强度没有掌握好。我一再强调，早上刚起床，阳气才从五脏六腑里慢慢苏醒，气血运行还很缓慢。这个时候，身体就像一台冷了很久的发动机，你一发动就把油门踩到底，拉到高速公路上狂飙，发动机肯定会的。同样的道理，你早上身体还没暖开，关节肌肉还很僵硬，就去做快跑、打球这类剧烈运动，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拉伤肌肉，扭伤关节。更重要的是，早上特别是太阳还没完全升起的时候，天地间的寒气湿气还很重，你在这个时候到户外做剧烈运动，呼吸变得急促，会吸进大量寒气和湿气，这些邪气直接伤肺，肺主皮毛，是我们身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肺气一伤，不但容易感冒，还会引发各种呼吸系统的问题，咳嗽、气喘、过敏性鼻炎，一个接一个来。我有一个老邻居，姓李，我们都叫他李伯伯。他非常注重养生，每天早上5点，天还没亮就去公园跑步，风雨无阻，坚持了20多年。他常常很自豪地说，自己身体好，不生病。结果他65岁那年得了一场很严重的肺炎，住院将近1个月，差点救不回来。出院之后，整个人元气大伤，从此就变成了药罐子，天气一变就咳个不停。他很想不通，来问我，说自己这么努力运动，为什么身体反而越来越差？我跟他说，李伯伯，你这不是在运动，你这是在跟老天爷对着干。你每天在阳气最弱、寒气最重的时候，强迫身体去做超出负荷的事，吸了满肺腑的寒气。20多年下来，这些寒气全都积在肺里，你的肺早就成了寒湿盘踞的大本营了。这次的肺炎只是把长期积累的问题一次引爆出来而已。李伯伯听完才恍然大悟，所以早上的运动是有讲究的，第一时间点要对，最好等太阳出来之后再去户外运动。太阳升起，阳气生发，可以驱散天地间的寒湿之气。你在阳光下运动，等于在吸收天地的阳气，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第二，运动前一定要充分暖身，可以先在家里做一些伸展，拉拉筋，让身体微微发热，关节都活动开了再出门运动。第三，运动强度要适当，早上不适合做太剧烈的运动，适合做一些缓和的，让气血慢慢流畅起来的运动，比如散步、快走、打太极拳、练8段锦。运动到身体微微出汗，感觉全身舒畅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搞到自己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那样反而在消耗元气。
运动的目的是帮助生发阳气，不是消耗阳气。各位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早上的运动就成了真正滋养身体的仪式，而不是在透支健康。好，今天跟诸位讲了3个坏习惯，我们来清楚的复习一遍。第一，起床后不要立刻喝水，先让身体动起来，搓搓肾俞穴，伸伸懒腰，刷牙洗脸，等阳气生发起来了，再喝一杯温热的姜枣茶，温暖脾胃，给一天开个好头。能在口头上，第二，起床后不要立刻洗澡，洗澡会泄阳气，早上是生阳气的时候。这2件事完全相反，把洗澡留到晚上睡前，帮助你收藏阳气，睡个好觉，等太阳出来充分暖身，再做散步。太极拳这类缓和的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顺应阳气生发的节奏。诸位想想，这3件事难不难做到？它不需要你花大钱买保健品，不需要你学复杂的功法，只需要你改变一下观念，调整一下每天早晨的顺序。就是这个小小的顺序的改变，却能对健康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你每天早上正确生发阳气，保护脾胃，后天之本就稳固了。吃下去的东西能被好好消化吸收，转化成身体需要的气血，气血充足了，五脏六腑得到滋养，精神自然饱满。日积月累，10年20年下来，你跟那些每天用冰水浇灭命门之火，用错误运动耗损元气的人，差距会有多大？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改掉这3个坏习惯，多活20年是有底气说的。养生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真正的养生就藏在我们每天的吃喝拉撒睡里面。你把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做对了，顺应了身体的本性，顺应了天地的规律，健康长寿自然就会来找你。今天把这些毫无保留的讲给诸位，是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健康。因为一个人生病受苦，受苦的从来不只是他自己，而是他整个家庭。我们每个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有责任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所以听完今天的分享，如果觉得有收获，请做2件事。第一件，从明天早上开始立刻实践，改掉这3个坏习惯，用正确的方式开启充满阳气的每一天。第2件，动动手指，把这个内容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你的父母、伴侣、兄弟姐妹。你一个小小的分享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他们未来20-30年的健康走向，这是利他，也是功德。帮助了别人，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因为身边的人都健康快乐了，你的生活才会真正幸福美满。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或者提出你的问题，别忘了点赞关注。下一次还有更多真正有用的养生干货等着跟诸位分享。